没人敢惹你的8条人性黑话。你以为那些在职场里、社交圈里从来不被欺负的人，是因为他们人品好、能力强，会来事吗？说句实话，不完全是。很多人真正不被欺负，不是因为他们多讨人喜欢，而是因为别人一靠近，他就能感觉到一件事儿：这个人有边界，这个人不好拿捏，这个人不是你随便开个玩笑、随便占点便宜、随便甩个锅，他都会笑着接住的人。你看现实里最扎心的地方是什么？越好说话的人越容易被安排，越怕得罪人的人越容易被得罪，越喜欢解释的人越容易被冤枉，越想维持关系的人越容易被关系消耗。为什么？因为人性不是看你善不善良，人性看的是你有没有代价。别人欺负你一次你笑了，第2次他就敢更过分，第3次他就会默认你这个人没有脾气、没有边界、没有反击成本。所以今天这8条不是让你变坏，而是让你明白，善良如果没有锋芒，就会被人当成软弱。第1条，永远不要急着解释你的动机。很多人一被质疑，第一反应就是解释，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当时是因为这个原因，你听我说，你先别误会。可问题就在这儿，你一解释，对方就把你按进了他的框架里，他站在审判席上，你站在被告席上，他负责质疑，你负责证明，这段关系从这一刻开始就已经失衡了。真正有底气的人不会把所有决定都摊开给别人验货，你可以说明事实，你可以表达结果，但不要把自己的动机掰碎了递到别人手里让他挑毛病。有些事说清楚就够了，有些人一个字都不值得解释。你越冷静越少废话，别人越不敢乱猜你的底细。第2条，用沉默回应低级挑衅。你有没有发现有些人特别会阴阳怪气，他说一句话表面上像开玩笑，实际上就是在试探你。你要是急了，他说你开不起玩笑，你要是不吭声，他又觉得你软。所以很多人特别纠结，到底要不要怼回去。真正高级的处理方式不是每一句都接，而是让他的话掉在地上，你就看着他不笑不解释也不配合。很多挑衅最怕的不是反击，最怕的是没有观众，因为挑衅者想要的就是你的情绪反应，你不给他就尴尬，你不接他就失重。你的沉默不是认输，而是在告诉他，你这点小动作不配让我下场。第3条，永远让别人先开价。这条放在职场合作谈钱谈条件里特别重要。很多人一谈钱就慌，对方还没开口，他自己先把底线说出来了。你说我要求不高，你说差不多就行，你说看你方便，这几句话一出来，对方心里就有数了。他知道你急，他知道你怕失去，他知道你不敢谈条件。所以你越想显得好商量，别人越容易压你的价。真正有选择权的人不会一开始就把自己摆上货架，你先听对方怎么说，先看对方能给什么，先观察对方的态度，不是你拿钱，而是你要保护自己的筹码。你要记住，谁先亮底牌，谁就容易被拿捏。第4条，适度展示你的不可预测。人最怕的不是强势的人，人最喜欢欺负的是反应永远固定的人。你永远忍，你永远笑，你永远说没关系，那别人就知道下次还可以继续。一个太好预测的人在社交里是没有威慑力的，所以你要让别人知道，你不是永远都好说话，该拒绝的时候直接拒绝，该翻脸的时候不必陪笑，该坚持原则的时候别为了面子往后退。当然，这不是让你乱发脾气。真正厉害的人不是情绪不稳定，而是边界不模糊，别人摸不准你什么时候会说不，反而更不敢随便越线。第5条，掌握延迟回应的节奏。很多人一收到消息就秒回，一听别人找帮忙就立刻答应，一看对方不高兴就赶紧补救。你以为这是靠谱，但在人性里，太容易得到的东西往往不被珍惜。你的时间也是一样，你总是立刻出现，别人就会觉得你随叫随到，
你总是马上答应，别人就会觉得你的帮助没有成本，你总是第一时间处理别人的事，别人就会忘了你也有自己的生活。所以不要把秒回当成美德，重要的是认真回，值得的人好好回，但无关紧要的打扰可以晚一点，不合理的要求可以不回。你的节奏一旦被别人掌控，你就会慢慢失去自己的主场。第6条，建立你的不可触碰区域。一个没有底线的人，在关系里一定会越来越累，因为所有人都会试探你，同事会试探你能不能多干一点，朋友会试探你能不能多借一点，亲戚会试探你能不能多忍一点，伴侣会试探你能不能多退一点。你不说，别人就当你默认，你忍了；别人就当你愿意，你委屈；别人还觉得你矫情。所以底线这东西不能等别人踩烂了才拿出来，平时就要让人知道什么玩笑不能开，什么忙不能帮，什么钱不能借，什么关系不能越界。你越早把规矩立起来，后面越少扯皮。真正让人尊重你的，不是你有多好说话，而是你清楚地知道什么地方不能让。第7条，学会战略性忽视。不是所有人都配得到你的回应，有些人的目的就是消耗你，他不是真的想解决问题，他只是想看你破防；他不是真的想交流，他只是想证明自己能影响你。你越跟他掰扯，他越觉得自己重要；你越解释，他越觉得自己赢了。所以最狠的方式是什么？不是吵赢他，而是无视他。你直接把他从你的注意力里删除，他发疯你不接，他挑衅你不理，他阴阳怪气你继续做你的事儿。这不是冷漠，这是筛选。因为你的精力很贵，不能浪费在不值钱的人身上。第8条，永远保留你的底牌。人为什么敢欺负你？因为他觉得你没有后手，他觉得你离不开这份工作，离不开这段关系，离不开这个圈子，离不开他的认可。一旦他发现你没退路，他就敢变本宰割。所以一个人最重要的底牌不是嘴硬，而是你真的有选择，你有能力离开，有证据自保，有资源周转，有本事重新开始，有清醒的判断，不会被别人几句话牵着走。底牌不是让你天天拿出来吓唬人，真正的底牌是你平时不说，但关键时刻能让局面反转。说白了，人这一生最重要的不是让所有人喜欢你，而是让不怀好意的人不敢轻易算计你。善良没错，但你必须让别人知道，你的善良不是免费供应，你的退让不是没有底线，你的沉默不是软弱，你的宽容也不是任人宰割。真正成熟的人心里有善意，身上有刺刺，该温柔的时候温柔，该立规矩的时候立规矩，该翻篇的时候翻篇，该转身的时候转身。记住一句话，这个世界不是因为你善良就自动对你好，而是你有边界，有实力，有底牌之后，你的善良才会被人珍惜。